第18章深入虎穴性脱身老友相续，聊为寂寞深入虎穴，幸得脱身说无来由，却有来由为报亲仇，完成壮举书画古玩，换粮糊口市民读报，反面推测晴天霹雳，广岛被炸喜讯传来，不知所措，日军拍门，饱受惊惶一场惨剧，亲眼目睹8年怨气，一旦倾吐兴奋过度，情不自禁。外滩上的台湾银行抗战时期，孤岛上的人最重要的是希望得到一些有关战事的正确消息。自从日军开始南进，所谓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军竟开尽租界，从此反日论调的报纸，如《大美晚报》，本是靠着美商牌子，到此立即停办。《申报》《新闻报》则对英美两国的电讯稿完全不用，报上只登同盟社一家的电稿，因此报上所见到的全是日军节节胜利的消息。孤岛上的人看了真是越来越气闷。报纸是市民的精神食粮，专看日方的片面新闻，简直叫人又闷又气又急又恼。而日本人办的《新申报》同样是越看越生气。当时能收听短波的无线电机早已由日本军方命各家各户自动送到一个地方集中烧毁，所以大家想得到一些真实消息的话，全靠朋友们相聚，个人把听到的新闻互相传述。这种传述倒也快得很。第一个大消息是盟国在雅尔塔举行军事会议，讨论对付德日的战事策略。第二个大消息是意大利投降。第三个大消息是希特勒自杀。这种消息都是日本无法封锁的。老友相续聊为寂寞，我困居上海，唯一难以忍耐的就是业余寂寞得很，因此我便邀约一届中一向有来往的人，连我12个人，举行了一个聚餐会，叫做经集。所谓经集，就是经常聚会的意思。每月聚集一次，因为这班人都喜欢诗、书、画，大家在进餐之前，善书者作文，善画者作画，能作诗的就吟诗。进餐时，大家便交换个人所听到的消息。这个经集由抗战开始，直到胜利为止，始终没有间断，而且每次差不多12个人都到齐。此外，我又有一班社交上的老友另设了一个聚会。这个聚会最初只有6个人，都是洁身自爱的人物。这班人消息就比较多，但是深恐外界有所误会，所以要求参加的人一定要经过我们6个人全体通过，认为没有问题才能参加。后来有不少人是志同道合的，陆续增加到24人，每次聚会可以坐满2桌。这2个集会举行的地方都在我的威海卫路诊所2楼。好在我有一个女佣，做的一手好菜，大家届时先后到齐。餐毕之后，喜欢打牌的打牌，爱好下棋的下棋，要玩到傍晚6时半才散。大家最高兴的就是有人讲出某项内幕新闻，让人听得津津有味。其中有一个人是明星影片公司的周建云。这时，明星公司由于战火破坏，厂房被炸毁，电影事业已为张善坤一人独霸，所以在这几年，周无所事事，牢骚极多。有一天，正是聚餐日，他说：“今天有一件新闻就快要爆出来，大家想不想去看一看？”说完，大家就追问他有什么新闻。他说：“汪精卫手下派别繁多，个人都捞到盆满钵满，只有公馆派的林伯生办报，做南京的闲草。他得到汪精卫的允许，
建一个类似青年团的组织，在上海居然有3000多青年参加，每人都穿了青灰色的制服，有些还有枪。我们上海人称他们为青泥团。周建云 1893至1970，中国早期电影事业家。1922年，他与郑正秋、张石川等人发起组织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与郑正秋、张石川、郑鹧鸪和任金平被当时圈内人戏称为明星五虎上将。周建云说，这个组织今天要举行一个反毒运动，将9亩地一带烟窟中所有的烟土和烟枪、烟灯一起搬到新北门外民国路10字街头，付诸一炬。你们如果要去看，此其时矣。这2桌人大多是怕事的，只有我和其他3人由周建云陪着到那边去看热闹。到了那边，看见这班青泥团正在指挥搬运东西，连红木烟榻都搬到街头，引火烧了2-3个钟头。这是我们看到汪派中人相互斗法的一幕。本来上海鸦片烟是从热河运来的，中断好久，荔枝所在安徽也中了，所以恢复了9亩地的烟窟和赌窟。